在古代时，没有身份证，有没有人半路劫杀官员，然后冒名顶替？余出新志记载了崇祯年间这样一桩奇案。你是长江江面上一名名不见经传的强盗，带着一帮兄弟，在这波涛间靠打家劫舍勉强为生。那日，一艘气派非凡的官船缓缓驶入视线，朱漆雕花的船身，迎风招展的旌旗，无不彰显着船上之人的身份尊贵。来自金陵的新上任的雷州太守正端坐其中，携家眷，载文书，恰似一块诱人的肥肉，在江面散发着令人垂涎的气息。你望着那艘船，眼神逐渐锐利，心底升起一股狠劲。你一声令下，不多时，血染红了甲板，太守一家命丧黄泉。你披上官袍，攥着抢来的官印文书，兄弟们扮作仆人，浩浩荡荡往雷州赴任。初到雷州，你才知当官绝非易事。好在衙门里有几个精明师爷，你丢给他们繁琐的公文，自己只管坐堂审案。判案时你虽性子急，手段狠，可从不往自己兜里捞钱。渐渐的，百姓们称赞你断案如神。那总偷庙里香火钱的小贼，被你吊在城门示众3天，迫使他把偷的铜钱一文不少还回去。粮仓漏雨，你踹了粮商几脚，第2天雨一停，漏雨处竟真铺了3寸厚的油布。渐渐的，百姓们口口相传，说你公正严明，是不可多得的好官。你减免赋税，大兴水利，看着雷州城一天天焕发生机，摸着乌纱帽的手，竟生出几分沉甸甸的踏实。衙役们望向你的眼神，也不由得多了几分肯定和佩服。可你心里始终悬着把刀，为防被识破而东窗事发，你下了道古怪命令，严禁金陵人踏入雷州，敢违反者，哪怕是亲随也绝不姑息。本是保命之举，没想到在百姓眼里，这成了铁面无私的证明。然而好景不长，这终究包不住火。甄太守的儿子找上门了，那小子在城门口被拦下，不死心的他趁你出行时混进人群，想同他的父亲相认，只一眼他便认出当今雷州太守并非是他的父亲。经过多方询问，发现你的姓名籍贯和赴任时间都和他父亲完全吻合，虽已识破你的顶替身份，但他依旧不敢声张。于是他暗中联络监司使，拿出证据并说明情况后，设下一场鸿门宴。宴席上，你对着屏风后突然现身的少年一脸茫然，还没反应过来，监司使已拍案而起，官兵一拥而上。不多时，太守府被围得水泄不通，你和兄弟们束手就擒。在大牢里，你将杀害命官、冒名顶替的事全招了。北上的囚车碾过青石板路，这场从血泊里抢来的黄粱美梦，终究还是要在枷锁与刑场中画上血色的句点。